这是一部比大多数人年龄都大的哆啦 A 梦剧场版，37年前一经上映就狂揽了11亿票房，而在今年的夏天，岛国再次将它改编搬上了大荧幕。它就是大雄的宇宙小战争。很多人说翻拍是在吃老本红利，却往往忽略了哆啦 A 梦是许多代人成长的启蒙。百宝袋中千奇百怪的道具，常常伴有着引导孩子正能量的寓意故事，告诫我们不要活得如大雄般依赖他人，却又让我们羡慕大雄有个如此懂他的陪伴。大雄的出现往往伴随着悲剧，因为他的不经意就毁掉了众人拍摄星球大战的布景。而当一个人不能足够优秀时，就会受到旁人的冷眼相待。眼看塑料友情要四分五裂，变成一堆碎片，小多拉的出现就如同黑夜中的一点星光。他用百宝袋内的道具拯救了极小只想拍大片创造奇迹的梦想。即便小多拉是打着帮助大雄的名号前来帮忙，可大家仍然不曾忘记大雄刚才犯下的错，只允许他在旁边搬搬垃圾打打杂。可即便这样，他仍然不停地犯错。无意间摔倒的他发现了一个神秘金属块，希望可以用它扮演火箭帮助大家。可办好事是要讲究时机的，突然乱入的他不仅没能得到认可，反而让几人本就不牢固的友情再次出现裂痕。最终他被无情地赶出了拍摄地。他也曾想在长远的人生路上找到知心好友，却发现自己被迫留在了起点。然而就在他失落之时，身旁的金属块却在无人注意的角落蠢蠢欲动。发现异常的大雄将他带回家中，试图用自己并不高的智商将其打开。可外星文明又怎是地球人能够轻易触及的？大雄准备暴力强拆，可金属块里却传出了阻止的声音。在得到了绝对安全的保证后，金属块缓缓打开大门，而在金光中赫然出现了一名外星生物。他自称帕比，可他的身躯却只有米粒大小。在他的眼中，小多拉这下完完全全成了秃头大脸怪。原来就在几分钟前，皮利卡星上发生了一场夺权大战。为了保住最后的血脉，他们希望帕比可以乘飞船逃离。可人的一生只是星火之间，要有勇气，敢于面对与承担。但如果连最后的希望都失去，那皮利卡星就真的是实存冥亡了。就在这时，总部发生了爆炸。当帕比再次睁开双眼时，已出现在了火箭内部。即便他不舍得与家人分别，可火箭的发射已成定局。姐姐在视频中跟他做着最后的道别，希望有一天帕比能够让这颗星球重获自由。在之后，帕比穿越银河，来到了一颗湛蓝的星球，被大雄捡回了家。之所以三人会无障碍沟通，是因为他吃了一种名为翻译果冻的食物，功效就如同小多拉的翻译魔芋。为了在他人的时光变得黑暗时给予光明，大雄决定帮帕比修好飞船。虽然小多拉矮矮胖胖脱发严重，但他口袋中的道具却弥补了本身的缺陷。而在飞船修好之前，大雄也可以收留帕比。正是这份雪中送炭的温暖，让帕比感受到了地球人的善良。第二天，大雄跟静香分享了这份奇遇。可当两人初次见面之时，帕比却愣在了原地，因为静香的容颜像极了某个人。眼前的生物是一个外星人，可他的身高却只有米粒大小。为了表现地球人的友善，静香带来了他的玩偶屋让帕比暂住。别看这套房子粉嫩嫩的少女风，但对于米粒大小的帕克来说却是恰到好处。静香虽然没能圆了住进玩偶屋的梦想，却在帕比这里得到了满足。可静香的梦想就是大雄的任务。小多拉拿出缩小灯，将三人纷纷缩小成了跟帕比同样的大小。他们无以为之的事情，却让帕比感受到了漫长孤寂后收获同伴的美好。他将这份陪伴视为珍宝，并将三人请进了房间。人类往往会对从未触及的领域充满好奇，而静香也看着浴缸充满了期待。小多拉承诺会对房子进行改造，通水通电。帕比也希望他们可以随时光临，增进友情。为了让帕比不会太孤单，静香带来了他的玩偶，配上小多拉的机械玩，就会是行走于房间中最靓的牛仔。而缩小后的另一个好处，便是一片小小的水果，便能满足众人的口腹之欲。看着因贪吃弄脏嘴角的帕比，静香体贴地为其擦拭。可帕比却在这时对着静香喊出了另外一个人的名字，而那个名字众人并不熟知。通过深聊，众人知道了一个惊天奇闻：帕比目前8岁，但却读完了大学。这在地球绝对算得上人中龙凤，可在遥远的皮利卡星上，这些事却如同饿了就要吃饭般寻常。如果自己有欲望，甚至可以10岁就参加总统竞选。如此比较，地球人活得或许还算轻松。娱乐结束后，静香也要去上钢琴课了。可万万没想到，静香刚走，就有2名大汉不请自来。他们一进门就诉说着小多拉的不是，因为他没能遵守前来拍摄宇宙大战争的承诺。然而这席话却引起了刚经历完战争的帕比的担心。不得已，大雄将帕比的存在介绍给了虎父2人。有了现成的素材，小夫也对自己创作宇宙大战争有了自信。他们重新布置好场景，然后借助缩小灯将自己缩小成跟帕比同样的大小。这样一来，就仿佛自己身临其境到了宇宙中的某个基地，也大大促进了拍摄的方便程度。他们钻进越野车，准备拍摄外星球速度与激情。然而就在几人扮演各自角色之时，
沉浸在思念家乡忧愁中的帕比，却看到了惊人的一幕。与此同时，一艘宇宙战舰出现在了众人头顶。可几人在感叹之后，发现这艘飞船并不是他们之物。结果下一秒，飞船发起了攻击，肆无忌惮攻击着几人辛苦布置的场景。眼看大雄身处包围圈，关键时刻，帕比驾驶着越野车救下了危难中的大雄。他们驾车一路开向了公路，在卡车之下走位躲避。可战舰就没那么幸运了，仅仅是两者间缓慢的对撞，战舰就出现了故障，有坠毁的危险。为了可以休生养息，战舰只好暂时躲进了后山。虽然几人在这场意外中得以生存，可帕比对自己身份的隐瞒还是引起了众人的不悦。原来这艘战舰正是为了抓捕他而来。不久前，他的故乡遭到了反抗军的偷袭，出其不意间夺取了政权，而反抗军不择手段烧杀掠夺。他们的首领是个老谋深算的恶魔，之所以会对帕比穷追不舍，是因为帕比正是皮利卡星的总统。所有的疑惑被解开，剧场版胖虎也上线了。他承诺会用自己的双拳守护帕比这位朋友。在这一瞬间，所有的不安不翼而飞，只剩下勇往直前的坚强。妹子穿着清凉独守空房，没想到一回头背后竟有2名大汉。原来就在几分钟前，遭遇重创的外星战舰潜入了后山，释放了数量惊人的探测球，要在繁华的小镇中找到帕比的藏身之所。与此同时，大雄也在用地球人的友善帮着帕比修理着飞船重返家园。可对于孩童来说，大千世界仿佛具有魔力，飞入房间的萤火虫就如同流淌于寂寞中的音乐，让人忘记辛劳。直至被帕比插中，在眼前发生了爆炸，大雄才得知窗外与黑暗共存的荧光是敌方派来寻找帕比的探测球。如果继续藏身于此，就等于自投罗网。于是几人用任意门来到了静香家，因为静香是唯一不曾暴露在敌方面前，能够藏起帕比的最后希望。为了给最后的希望加层保险，小多拉用墙纸在静香家中创造了一个秘密基地。虽然基地的楼梯黑暗且狭小，可基地内却如同一望无际的田野般广阔无际。安排好帕比后，大雄用尽量啰嗦的语句，让静香在确保帕比不暴露的同时，希望静香也能够注意安全，便与静香再挥手见到了别。次日开始，曾暴露于敌方面前的4人又过上了最熟悉的生活。越是这般安静，越是引起了敌方队长的注意。于是当大雄4人通过任意门前来探望帕比时，有一颗探测球藏在胖虎身上，一起潜入到了秘密基地中。这也将帕比的存在再次暴露在了敌军面前。小多拉此次前来带来了一个重要情报，他通过反侦查确定了敌军藏匿于后山，希望可以利用时间差打对方个出其不意。而小福也为众人准备了武装坦克。为了不让地球的朋友卷入事不关己的斗争中，帕比希望自己可以乘坐刚修好的飞船离开地球，用自己的生死确保朋友的安全。可地球上有句古语，叫为朋友两肋插刀，他们用行动发声，要为帕比击败敌军，赢得有明天的未来。与此同时，敌军在确定了帕比的藏身坐标后，战舰也驶离了后山。毫不知情的静香返回基地，只剩下空无一人的房间和放在地上的缩小灯。于是一个大胆的想法随即而生，那就是泡个牛奶浴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战舰已悄然抵达，震碎了玻璃，潜入了房间。待静香觉察到异响时，战舰已进入到了秘密基地，静香被对方抓获，缩小灯也一同落入了敌方手中。他们用酷刑想从静香口中得知帕比的去向。在劫难面前，静香用自己的沉默心甘情愿地守护着朋友。而想大闹一番的大雄等人没能在后山找到敌方战舰后，重新返回了秘密基地。可这里早已成了废弃的钢筋水泥。几人疯狂地冲进房间寻找静香的痕迹，却发现那个说好永不分离的人早已消失于眼前。而帕比盯着房外的留言陷入了沉思。据留言所说，静香已被敌方带走。几人想用缩小灯将自己恢复原本大小，变回最强战力，却发现缩小灯也被敌方一起打包带走了。这也意味着在剩余的时光中，几人将以这种形态走完一生。所以只有夺回缩小灯，救出静香一条出路，即便那条路会是条不归路。但大雄深知这份痛彻心扉的爱情是真的，他愿意燃烧自己的生命来拯救这份纯粹的坚韧。然而就在众人商量对策时，帕比却在这时默默地离开了基地。这是哆啦 A 梦中油盐不进最狠的喵，却在今天被人降服，体验到了有个铲屎官的快乐。静香被敌方俘虏后，帕比借助小黑的身躯，按照约定来到交易地点解救静香。为了不让这场交易变成双杀，帕比不得已使用了此等技能。面对敌军想要见到帕比才肯释放静香的要求，他果断地选择了拒绝。因为对于坏人来说，承诺就如同一盘散沙。但帕比也向敌人做出了保证，只要静香安全离开，自己便会束手就擒。敌军欣然接受了这次豪赌，于是战舰大门缓缓打开，静香再次获得了自由。小黑将受惊的静香扶起，带着他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。而在静香离开之后，帕比也选择遵守自己的承诺，将自己交给了敌军。可许多事情预测与行动往往具有偏差，
成功逃离的静香再次折返归来，并在敌军的枪林弹雨中选择守护自己的朋友。与此同时，敌军战舰也遭遇了攻击，而发动攻击的正是能为朋友遮风挡雨的大雄众人。他们用坦克形成保护圈，成功救出静香两人后，驾驶着坦克飞离了这个是非之地。原来大雄等人也从未放弃，他们用天才头盔与手套对坦克进行改造，来应对这场无法逃避的战争。他们不想在年少时轻易放弃，让这份遗憾陪伴自己的一生。可就在改造完成之时，去哪里拯救静香却成了众人的难题。仿佛是预判了几人在喜与悲之间交替转换的复杂心情，一颗神秘的光球恰到好处地出现在了几人面前，内部藏有一个用豌豆当自己保护色的汪星人。原来他跟随着帕比的气味一路寻到此处，而他正是帕比的爱犬小绿毛。也正是靠着他灵敏的嗅觉，才让众人解救出静香两人，轻易改写了时间的脉络。可人类的悲欢离合并不相通，帕比无情斥责着众人的鲁莽，无论是静香还是大雄等人，都不应该用情感来维持这段短暂的友情。这番冰冷的发言就如同一把利刃，深深刺痛了将真情实感视为世间美好的胖虎等人。帕比的本意是不想让朋友用生命来承担这份危险，他也不相信未来会如神话般次次都有奇迹，因为大雄等人从来就未真正了解过敌方的实力。然而就在此时，敌方的声音再次出现在耳边，他们用探测球传达带走缩小灯并撤离的信息，并且希望帕比可以参加新首领的加冕仪式。而帕比这个曾经的首领必须乖乖让贤，因为他姐姐的命此时正握在敌方手中。为了不让帕比体验痛失亲人之苦，也为了守护这份跨越星球的友情，众人决定出手相助。可小夫的反对却将众人的一往直前拉回了现实。理性是枷锁，感性未免不是毒药。即便有时候自己内心坚定，表面颤抖，即便有时候自己只能随大流，心冷如冰潭，可众人还是在争吵中达成了共识，去往皮利卡星成为帕比的后盾。他们寄出火箭，飞离了日夜生活的地球，在一次次的空间跳跃中，体验了不曾被人类了解的宇宙之壮观，也在飞船内品尝了地球不曾有的食物，来补充体力应对接下来的斗争。他们计划先跟自由联盟会合，而这正是帕比目前能够掌控的最后力量。帕比虽然是个跟大雄同龄之人，却一直有着一颗为他人奉献的心，正是靠着这份坚定的信念，让他成为了第一个少年总统。虽然他唯一的亲人目前处于危险之中，可他却在这趟一心逃亡中收获了难得的友情。然而他不知道的是，这段他视为珍宝的友情即将出现裂痕。真正亲密的关系是建立在自由和持有尊严的前提之上。因为大雄等人想舍己为人，帮帕比夺回政权，小夫就被道德绑架抓来凑了人头。他也曾有一颗英雄梦，但不想以自己的生命作为代价。他抛弃了朋友对他的期望，成为了朋友口中的胆小鬼，而他也将自己封闭在狭小的舱内。帕比找到他，并向他道歉，不该把众人牵扯进这场能力范围之外的争斗。小夫其实是明白帕比的处境的，但他只是个孩子，也会在危险时感到害怕。可帕比又何尝不是呢？作为首领的他不仅要有头脑，还要在勾心斗角中求生。在漫长的岁月中，他学会了迎难而上，也肯定了陪伴自己走到此处的小夫所具有的智慧与勇气。看到朋友们在自己孤独时给予的陪伴，小夫终于突破了自己的心魔。曾经的逃避在一片笑声中荡然无存。小夫希望自己可以出一份力，改造目前的坦克，帮己方再增加一点点胜率。在之后，经过漫长的星际之旅，一颗碧绿色的星球出现在了眼前，正是目的地皮利卡星。星球的外围由无数颗小行星构成了巨大的星环，而帕比的自由同盟便隐藏在这群行星中。然而就在众人即将抵达之时，飞船的后方却发现有不明物体正在接近。他们躲到了一处巨大陨石的身后，发现是自由联盟的同伴正遭遇敌方无人机的追捕。为了不损失任何一个伙伴，帕比想驾驶坦克独自出战，可这种时候又怎会少了善良的地球人？5架坦克飞出飞船，出现在了无人机身后。可就在小夫在用语音教大家如何攻击之时，大雄却提前拉动了操纵杆。只见他的坦克变身成铲土机，仅仅一叉子就将敌方的无人机插成了渣渣灰。虽然大雄是误打误撞完美收官，却也让众人感受到了他不经意展露的勇敢。也正是这场首战告捷，让他们看到了缥缈而又庞大的希望。随后他们降落在亿万颗陨石中的一颗，而这里正是自由联盟的秘密基地。帕比的回归让自由联盟看到了胜利的希望，他们紧紧相拥在一起，诉说着对彼此的牵挂。帕比很感谢当时大臣将自己送往地球的决定，但同时也表明自己要夺回政权。他将大雄等人引荐给大臣，并带他们参观了目前地球不曾掌握的高科技。在这里，他们再次得知了帕比姐姐的近况。原来自由联盟之所以能够休养生息，都是姐姐用自身吸引敌方争取的时间，而敌方也会在2天后处决姐姐，因为那天正是新首领的加冕之日。而自由联盟已在皮利卡星上提前部署，准备在当天里应外合发动进攻。可一个严峻的问题也随即出现，因为敌方加强了监控，
他们若想传达情报，就只能亲自前往皮利卡星。虽然自由联盟仅有区800人，而敌军足有80万人，看似是一场不对等的战争，可敌方一直以残暴统治星球，平民的反抗或许会成为这场战争的制胜点。就在这时，大雄发现帕比默默离开房间，来到了一处观赏台，而眼前壮丽的景观有着帕比与姐姐最珍贵的回忆。那时的他刚刚成为首领，并希望通过自己的管理，让皮利卡星成为宇宙中最闪亮的星星。那时的姐姐曾给予他最大的鼓励，而此时大雄希望自己可以成为帕比最强大的后盾。虽然自己又蠢又笨，还胆小如鼠，也不曾在流年中留下壮观事迹，但陪伴也是一种巨大的支持。这一刻，帕比心中的那盏灯被点燃了，他也明白了伙伴真正的意义。可在下一秒，帕比还是乘上飞船，独自飞往了皮利卡星。他是被人民爱戴的领袖，却要把辛苦打下的天下拱手让人。这一切都是为了救出被坏人绑架的家人，而唯一能够拿来交换的，便是自己首领这个位置。很快，让位的新闻就震惊了全国。对于不曾了解生命无奈的平民来说，很难理解帕比送人头的行为。他们认为真正的勇士不应是默默承担，而应是不放弃任何一点希望。为了守护住这份跨越星际的友情，大雄等人达成共识，希望由自己出征解救帕比。因为他们除了小多拉口袋中的道具外，还有着为朋友两肋插刀心甘情愿的觉悟。更何况若自由联盟输了，大雄等人也无法独善其身。最终，大臣将希望交到了几人手中。小多拉计划由大雄、胖虎以及自己前往皮利卡星救人，而静香和小夫负责守护基地。此时的小夫已不再害怕，他在长久的思考后明白了守护的意义。出发前，小夫帮大家再次加固了坦克。大雄跟小多拉也用微笑鼓励，即便看不到明天的太阳，也要让生命绽放一次。命运或许总是不如人愿，但人类往往会在矛盾和艰辛中慢慢变得成熟起来。他们彼此做着最后的道别，但同时又对彼此抱有希望。相见时难别亦难，东风无力百花残，说的或许就是几人此时的心境。为了不再进入皮利卡星时被敌方的雷达发现，小多拉决定模仿流星坠落，这样就有可能会被敌方忽略。于是几人以一种放纵的姿态进入了自由落体。在即将落地的瞬间，利用空气炮制造阻力，让几人得以在敌方的监控下抵达皮利卡星。降落后的几人准备张开手臂大干一场，可坦克逛街过于招摇，于是小多拉用隐形喷雾将众人变成透明人，再将坦克沉入地底，便跟着绿毛狗飞往了城镇方向。可即便他们的计划天衣无缝，但在降落时产生的微小波动，还是将几人的存在暴露在了敌军面前。敌军决定加强守卫，布置警戒线，等待大雄他们露出破绽。大雄等人来到了首都，却发现这里人烟罕至。可这里在政变发生之前也曾是一片繁华。无尽的战火席卷首都，让人们在肉体上惨遭折磨，而墙壁上敌军将军的巨大画像又对人们进行着无时无刻的监视。肉体与精神上的双重折磨，迫使他们离开了自己的故土，所以才会有自由联盟的存在，希望把家园变回曾经那个熟悉温馨的故乡。可就在即将抵达自由联盟基地时，大雄几人的身体却由透明变成了尸体。几人疯狂地冲向基地的入口，可就在破门而入之后，墙角处的画像却转动起了双眼。他们被发现了。不知暴露的几人来到地下，与潜伏在星球内的自由联盟的成员汇报着作战计划。他们计划在加冕仪式上攻其不被抓住敌方将军，救出帕比姐弟俩，接着利用广播呼吁全国人民一起进行反攻。为了让星星之火可以燎原，小多拉希望找回缩小灯变成巨人，从实力上碾压对方。恰巧基地之人手中握有情报，让几人得知了缩小灯被藏匿于敌军的总部。可就在看到希望之时，一场意外降临了。敌人突然闯入基地，抓获了在场的所有人。大雄等人虽然利用地道来到了下水道，可他们真的能够成功逃脱吗？这是地表最强女司机，不到10岁还没领证的她，已经开启了坦克飞上了天，玩起了真人版打飞机。自从皮利卡星上的自由联盟被瓦解后，敌方将军也得知了隐秘于小行星中的基地，他决定不计后果用无人机对其进行轰炸。顿时数门大炮对准了天空，在夜晚的星空中放起了烟花。代表死亡的壮观不仅仅吸引了平民，还将帕比的心彻底引向了绝望。与此同时，守护空中基地的静香两人还未意识到危险的降临，直到警报的响起才毁了两人的美好。数万头无人机出现在监控中，他们以近乎疯狂的姿态撞击着路径上所有的小行星。触目惊心的画面让小夫再次失去了巨大的使命感，他躲进了废弃的纸箱中，希望催眠自己这样就会安全。自古至今，以卵击石就只会有一种结果。小夫真的怕了。静香没有叫醒这个装睡的人，而是选择了默默离开。人的终点都会是死亡，但却有机会证明生命是如此强大。静香独自开启坦克，要去证明命运是会出现奇迹的。原来不想拖后腿的静香曾跟小夫请教，在不曾被人注意的背后学会了坦克的驾驶。
正是这份将命运掌控在自己手中的坚韧，彻底唤醒了小夫。竟像一个女生都能不畏艰险，他一个不到1米的男生吃点苦又算得了什么？看着静香陷入了包围圈，小夫不假思索地挡在了前方。爆炸的余波过后，小夫竟毫发无伤，这激发出了小夫潜藏在内在的男子汉气质。他不再害怕，用自己高超的驾驶技术将敌方无人机悉数击落。虽然空中的战斗取得了胜利，可遥远星球上的伙伴仍处于危险之中，他们义无反顾去往星球投入下一场战争。与此同时，大雄等人也来到了敌军总部，而明天就是加冕仪式，取回缩小灯只有今天一次机会。小多拉用石头帽将众人变成空气，不会被人察觉，接着牵住彼此，明目张胆地走进了总部大楼。可令众人没想到的是，总部内竟空无一人，殊不知这却是一场瓮中捉鳖。几人刚进入放置缩小灯的房间，背后的大门就轰然关闭，随后跑出数名敌军，将枪口悉数对准了他们。原来这个房间早已布满了传感器，并掌握了他们的位置，而缩小灯的情报只不过是为了抓捕他们的幌子。面对生死，众人无奈地取下了石头帽，可大雄却在这时卡了壳。为了守护住最后的希望，小多拉谎称门外还有额外的惊喜，迫使对方打开了大门。胖虎也用自己的身躯为大雄铲除障碍，帮大雄逃出了基地。第二天旭日东升后，也到了新首领的加冕仪式。如果帕比不肯让出首领的位置，将再也看不到他的姐姐。他也想当个懦夫般选择逃避，却在逃避中体会到了人格的伟大。人的一生或许可以不依附他人独立生活，可来自宇宙另一端的地球上的5个朋友却教会了他什么叫归宿。他曾以为只有喜悦可以共情，而悲伤不能，但他们却教会他，朋友是可以为自己流泪的。他们不曾怀疑过自己外星球的身份，并选择远离故土，与自己共患难。此时的帕比已足够坚强，他不奢望未来的生活会多美好，但他希望民众们能够清醒地认清现实。作为人，最重要的应是为他人着想的胸怀，而不是一个暴政的独裁者。他用一种悲壮的激情指控着独裁者的罪行，并宣告着独裁者之路不会长久。真情实感的诉说往往会引起共鸣，人们纷纷走上街头。一场属于人民的战斗在此刻打响了。大雄为了救坠楼的伙伴，竟跟他双双坠下了万丈高楼。几分钟前被抓捕的小多拉等人被带到了总部楼顶，他们将在这里接受处刑。而唯一逃脱的大雄戴着石头帽混入大楼，他疯狂地摇晃着守卫。打听到小多拉几人将在楼顶被处决后，奋不顾身地冲了过去。与此同时，静香两人也驾驶着坦克来到了星球，可他们还没来得及跟同伴会合，就遭遇了敌军的导弹攻击。小夫转头反击，可这却是颗脉冲炮，坦克瞬间失去了控制，纷纷坠入了海中。另一面的小多拉几人此时已被送上了处刑架。他们本以为静香跟小夫会是他们最后的希望，却从敌方处得知了2人被击落的惨剧，眼看自己将迎来死亡。关键时刻，绿毛狗当起了唐僧。即便在他人眼中自己只是条宠物狗，但他小小的心灵也渴望诉说遗言。如此合情合理的要求，对方也没理由拒绝。于是他开始诉说起了自己的整个狗生。讲完自己的，还不忘回溯下祖父的一生。足足3小时后，敌方将军终于爆发了，他命人捆住狗嘴，立马处刑。而就在此时，落入水中的静香感受到了心脏处强烈的跳动，庞大的压力瞬间冲破坦克，静香再次恢复了巨人模样。他们淌着水花来到城镇，这也让小多拉明白2手道具原来是有时效的，仍未恢复原状之人也必将在不久后变成巨人。帕比希望跟敌方和谈，这反倒激怒了对方。将军夺过步枪，疯狂地进行着扫射。就在帕比即将坠楼时，大雄赶到抓住了他。然而下一秒，2人双双坠下了楼。将军猖狂大笑，隐忍多年的他终于迎来了辉煌的瞬间。可下一秒，大雄顶着巨人的头颅出现在了众人面前，帕比也被他护在了手掌心。而小多拉跟胖虎也在此刻开始膨胀，一声猛品咆哮，就将敌方吓到连夜逃离。此时的双方已成了碾压式的对决。大雄5人也再次团聚，面对无人机的包围，他们开始了自己的反攻。一脚4台小坦克，一拳3架小飞机，纷纷表现出了不俗的实力。可总部战舰的远程攻击如同一把无形的锁链，束缚住了不会飞的几人。他们疯狂走位躲避，然而就在战舰准备释放毁灭级大招时，大雄几人却人手一个坦克，用几近疯狂的姿态给战舰造成了致命的打击。胖虎随即跑上楼顶，一把将其牢牢抓住，在其上玩起了蹦迪，最终让战舰淹没在波涛巨浪中。战舰的首领被生擒，宣告了这场战斗的结束。至于另一名逃亡的首领，早已被渴望自由的民众团团围住，独裁者终究作茧自缚。星球终于再次恢复了原有的繁华，而大雄等人也成了一代人的英雄。静香紧紧握住大雄的手，诉说着对他的思念，而帕比也单独找到姐姐，对当时选择牺牲姐姐进行道歉。可这些姐姐又何尝不懂呢？当时的帕比一定承受着比常人更痛苦的煎熬。世间没有不散的宴席，
许多人的离开也必将是命中注定，可短暂的分别只是为了下次的重聚。我们都相信他们定会在漫长的时光中再次相遇。哆啦 A 梦中的每个故事都给我们带来新奇，通过正义必将战胜邪恶的正能量，让我们学会了主人公身上的各种优良品质，比如坚守责任、勇于面对、彼此信任。如此寓教于乐的构思，即便是当下的年代，也算得上是精品中的精品了。